哆啦 A 梦竟然要被回炉重造了，因为他是次品机器人，可这样他就会失去跟大雄之间的回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天，哆啦 A 梦去参加了保姆机器人学校的第6届同学会，这里有非常多像哆啦 A 梦一样的保姆机器人，不过它们都是黄色的，而且也都有耳朵。今年是帕瓦 A 梦获得了表彰，他是学校第1的优等生，照顾的是总理大臣家的孩子，连哆啦 A 梦都很崇拜他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哆啦 A 梦竟然是学校里的吊车尾。帕瓦嘲笑哆啦 A 梦是残次品，这让哆啦 A 梦很不服气，想跟他比试比试。正好旁边有个孩子的气球飞到了空中，帕瓦立即装上了蝴蝶翅膀，帮孩子拿回了气球。而哆啦 A 梦还在口袋里东翻西找，两人很快就决出了胜负。帕瓦临走前让哆啦 A 梦去趟修理厂，这也是为哆啦 A 梦在照顾的孩子着想。但哆啦 A 梦认为大雄很依赖他，但帕瓦指出，即使有哆啦 A 梦在，大雄也还是有许多完成不了的事情。画面来到大雄这边，他又没写作业就跑去玩，大雄妈给他下了最后通牒，明天之前要全部做完，如果完成不了，1毛钱零花钱都没有。这下大雄可慌了神了，但大雄妈不给他任何商量的余地，他想找哆啦 A 梦要那种可以瞬间完成作业还能拿到零花钱的道具。可看了一眼日历后，他才想起哆啦 A 梦去参加同学会了，大雄只好拿起笔自己写作业了。哆啦 A 梦在聚会上看见了前女友哆啦米子，他下意识就躲了起来。在这个聚会上，哆啦 A 梦显得格格不入，他独自荡着秋千，开始牵挂起大雄有没有好好做功课。此时暗中观察了他很久的保姆机器人厂的厂长决定要回收 MS907。而这正是哆啦 A 梦的代号。大雄想起来，明天就是哆啦 A 梦的生日了，自己还没给他买礼物呢。于是他拿出存钱罐数了数自己的家当，但也够给哆啦 A 梦买个礼物了。大雄拿着钱出了门，小伙伴们正在空地上分享自己的暑假回忆。他们看到了去给哆啦 A 梦买礼物的大雄，竞相夸他很体贴。但大雄也有苦恼，哆啦 A 梦似乎并不喜欢过生日，每年都说不要礼物，这让小伙伴们觉得很奇怪，哆啦 A 梦为什么不喜欢过生日呢？于是大雄说起了有关哆啦 A 梦出生的故事。那是2112年的9月3日，哆啦 A 梦像其他机器人一样从流水线上制造了出来，但忽然一道闪电击中了哆啦 A 梦，他好像掉了一颗螺丝，所以在机器人学校里只有他一个人跟不上教学进度。哆啦 A 梦经常被同学嘲笑，毕业后也很难找到雇主，最后好不容易才被师兄选中了。另一边，一个螃蟹机器人忽然出现在哆啦 A 梦的身后要抓他，哆啦 A 梦吓得赶紧逃跑，但最终他还是没能抵抗，被厂长抓走了。不过哆啦 A 梦努力在地上留下了暗号。画面回到小伙伴们这边，大家决定要帮哆啦 A 梦办一个生日派对。这时哆啦美和师兄过来了，他们告诉大雄，哆啦 A 梦被绑架了，为了能让警察出警，需要大雄的签字。警察告诉他们，最近有机器人绑架团伙，但愿不是那伙人干的。警方已经开始了哆啦 A 梦搜索行动，大雄他们也在电视上看见了有关机器人绑架案的报道。这个月已经发生了6起案件，似乎这背后有个庞大的组织。传闻被绑架走的机器人会被卖到别的星球去。小伙伴们认为哆啦 A 梦有那么多道具，一定可以平安逃走的，但是就告诉他们，机器人一旦被重置了大脑回路，就什么都做不了了。机器人的所有记忆都被储存在大脑回路里，一旦被重置，就会将过去的一切记忆全都忘记。小伙伴们坐不住了，与其这样干等着，不如主动去营救。但师兄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。首先，他们不知道要去哪儿找哆啦 A 梦。其次，就算他们有哆啦美，但对方一定拥有最新型的机器，跟哆啦美那些从网上买的道具完全不是一个性质的。大雄决定不让小伙伴们陷入危险，他要一个人去救哆啦 A 梦。师兄给了他哆啦 A 梦班上的花名册，按右键会出现他的朋友名册，按左键就会出现这个人的所在地。小伙伴们当然不会坐视不管，他们也跟着去了。师兄甚至还叫了静香奶奶，可还是拦不住他们。大家准备分头行动，哆啦美给他们分发了联络手表，胖虎和小夫准备去游戏中心寻找，其他人则去找哆啦 A 梦的同学问问情况。另一边，哆啦 A 梦醒了过来，厂长说要让他在生日那天重生，大脑内部全部重造，连需要的数据厂长都准备好了。厂长一直很后悔把有缺陷的哆啦 A 梦送去照顾人类，因此他想趁机修正这个错误。这强制守候可还行，此时距离0点只有4个小时了。大雄他们来到了帕瓦这里了解情况，话说他照顾总理的儿子长得好像出木山啊。帕瓦说自己只是跟哆啦 A 梦聊了2句，其他情况他也不知道。
他很忙，所以跟大雄他们没聊几句就要送客了。他很确信机器人绑架团是不会抓哆啦 A 梦的，因为残次品的机器人是卖不出去的。大雄听见这家伙竟然说哆啦 A 梦是次品，非常生气，但帕瓦接下来的话让他也哑口无言。是啊，大雄连自己完成作业都做不到，还总爱迟到，上课也会打盹。帕瓦说保姆机器人可不是为了让孩子偷懒才存在的。大雄的懒惰和对哆啦 A 梦的依赖恰好证明了哆啦 A 梦性能低下的事实，但这个帕瓦是个刀子嘴豆腐心。他悄悄在大雄身上粘上了发信器，关注他们的动向。接下来大雄他们找到哆啦米子，但他在同学会上连哆啦 A 梦的面都没见到，所以也没能提供有效线索。这时世修有重大发现，他将大家召集到哆啦 A 梦被抓走的公园，他发现了哆啦 A 梦留下的暗号，这里还有打斗过的痕迹。哆啦美用时光电视机想倒退到之前的画面查看情况，但这里被人设置了时间屏蔽，他们只在画面中看见了哆啦 A 梦的小圆手。随后他们还找到了哆啦 A 梦的空气炮，他们确信了地上的暗号肯定是哆啦 A 梦想告诉他们什么。另一边，胖虎和小夫遇见了在电视新闻上被偷走保姆机器人的女子，她抱着一个黑色的包，看起来很可疑，两人就跟了上去。他来到一个秘密基地，跟这里的人快速做了交易。难道这就是机器人绑架团伙？胖虎和小夫继续跟了上去。画面来到哆啦 A 梦这边，还有2个小时，不想办法快点逃跑的话，他就要被重置了。但他被困在操作台上动弹不得。厂长准备把哆啦 A 梦送移工厂的手术室去，哆啦美拍下了暗号的照片，准备拿回家分析。这时胖虎联络他们说找到了机器人绑架团伙的基地，哆啦美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，在原地等警察。胖虎当时很自信，但话音未落，他那儿就黑屏了。大雄他们赶紧往那儿赶，胖虎和小夫被控制住了，手表也被踩碎。大雄他们到了地方后，世修先报了警，但因为他是小孩子，所以警察不相信他的话。大雄他们直接冲进了仓库，世修一直在劝说大雄他们不要轻举妄动，但大雄现在一心只想救出哆啦 A 梦。过于理智的世修让静香都很生气的给了他一巴掌。他告诉世修，哆啦 A 梦对大雄来说是最重要的朋友，现在大雄只是想靠自己的力量救出哆啦 A 梦。小夫和胖虎被坏人绑住了手脚，香肠嘴表示要杀他们灭口。小夫急得咔咔就吃掉了塞在嘴里的萝卜，他大声说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机器人绑架团伙，我们啥也不知道。这不打自招的话让香肠嘴决定把他们2人给宰了。这时大雄他们赶到，但哆啦美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打草惊蛇了，于是他们就被香肠嘴一网打尽了。静香和世修紧跟而来，但他俩没啥战斗力。就在香肠嘴很嚣张的时候，一大群警察将他们包围了。原来是帕瓦做的。帕瓦告诉大雄自己在他背后粘上了发信器，因为保护孩子是他的工作。话说这家伙还真是傲娇呢。所有被绑架的机器人都被救了出来，但唯独没有哆啦 A 梦的影子。另一边，哆啦 A 梦已经被带进了重生手术室。哆啦美拿出哆啦 A 梦留下的暗号给帕瓦看，他用道具将文字重组后，发现这是 MS， 也就是松义机器人工厂的缩写。这下大家终于知道了哆啦 A 梦的下落。哆啦米子也想起来，这一定是厂长干的。以前也有像哆啦 A 梦这样的次品机器人被厂长强制回收重造的事件。他们查过之后，发现厂长不在自己家，于是众人出发前往松义工厂。哆啦 A 梦就要被厂长重置脑回路了，因为厂长不能忍受这样不完美的作品，他觉得自己这样做事是为了 MS903号，但哆啦 A 梦却只说他叫哆啦 A 梦。以前的回忆瞬间涌上心头，那时他被老鼠咬掉了耳朵，所以哆啦米子跟他分了手。他一直在海边哭，泪水冲掉了他的黄色染料，但即使他没有耳朵，身体是蓝色，他也是独一无二的哆啦 A 梦。大家终于来到了松义工厂，在胖虎和小夫的夹击下，门卫告诉了他们手术室的所在地。他们乘上电梯时，门卫按下了紧急报警按钮，还有20分钟就是9月3日了。大家终于意识到了厂长要在这时间点给哆啦 A 梦做手术的原因。电梯被门卫紧急制动停在了半空，手术室的厂长也收到了消息。哆啦米子跟哆啦美借了穿透环，先跳出了电梯，然后帮大家放下了紧急逃生梯。厂长告诉哆啦 A 梦，重生可以让他给孩子更好的教育。哆啦 A 梦已经放弃了抵抗，开始妥协。
基地里的防卫系统已经开启，大量的保安机器人向大雄他们飞来。大家拿起空气炮击退保安机器人，但对方数量太多，混乱中胖虎和小夫还差点摔下去，幸好帕瓦给他们安上了蝴蝶飞翅膀。接着他们兵分两路，一路人继续抵御攻击，由大雄带队去救哆啦 A 梦。他们来到手术室所在的区域，大螃蟹机器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这家伙不好对付，空气炮对他不起作用。于是静香和2个机器猫负责拖住大螃蟹，大雄继续去寻找哆啦 A 梦。哆啦 A 梦回忆着跟大雄相处的点点滴滴，虽然他们经常吵架，但他们也是彼此最重要的伙伴和朋友。很快就到9月3日的0点。厂长准备按下重启开关了，终于大雄找到了手术室，开始砸门。哆啦 A 梦听见了大雄的声音，请求厂长让他再见大雄最后一面。厂长听说这是哆啦 A 梦照顾的孩子，便放大雄进来了。哆啦 A 梦告诉大雄自己就要被重置了，他很不放心大雄，含着泪跟大雄告别。这2个人即使非常不舍，也互相在为对方着想。大雄即使很难过，但哆啦 A 梦一直被别人叫成残次品，也许手术后就能让哆啦 A 梦过上更好的生活。说完，大雄哭着冲出了手术室，哆啦 A 梦也泪流不止。但此时的厂长却已经按不下去那个重置开关了。大雄和哆啦 A 梦之间真挚的感情让厂长深刻意识到，也许缺少了一个重要螺丝的那个人是他自己才对。他终于明白了，能跟孩子一起成长的机器人也是非常棒的，即使他的硬件不是那么完美。大雄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哆啦 A 梦，他们开心地拥抱在一起。回去的路上，静香反应过来，那个叫世修的孩子为啥一直叫我奶奶？大雄可不能给他剧透，于是糊弄他说这是22世纪的流行词。回家后，大雄给了哆啦 A 梦的生日礼物是个铜锣烧，虽然被大雄放了一路都被压扁了，但哆啦 A 梦还是觉得这个铜锣烧很美味。不过大雄就惨了，他发现自己的作业一个字都没写，这下可没法跟妈妈交代喽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觉得哆啦 A 梦需要重置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